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安兰。大家有看到我身后的这栋房子吗？是不是显得很破烂呀？不过这期视频我就是来拍摄这栋房子的，因为这栋房子的主人他有很多的故事。接下来关于这栋房子的资料，我就细细的跟大家讲讲吧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到了湖南省湘潭市碧水村。现在我镜头的正前方是谭美成祖屋。为什么我们要拍这栋房子呢？因为谭美成这位人呐，在当地以前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家族，而且这个房子后期变成这副模样也不到4年左右的光景，后面就没有人来打理，现在就显得破败不堪了。为什么我们要拍这期视频呢？是因为谭美成是湖南省湘潭市第一个利用沼气技术的人进行发电、炒菜，然后还有照明等等。而且他们家族属于超级大富豪，也就是我们国内所说的大地主。他们的房屋建设面积也非常的大，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栋房屋已经破败不堪，面积也是非常小。谭美成是何许人也呢？他在1936年的时候呢，从长沙把沼气技术学回来，然后花费了3000块青绢、1500公斤水泥，同时花费了400块银元，也就是大洋，才建成这个沼气池。他们的输气管道用的是那种小扳足打通竹节相连做成，燃烧器是用竹铁打造，12盏沼气灯都是用黄铜制作的。白天沼气就用来烘药、炒药、烧菜，晚上就是来照明。因为他们是第一户在当地使用沼气技术的家庭，所以当地一些乡绅啊、邻里啊，还有一些人呢，他们就非常羡慕，但是因为没办法有这么大的财力去满足这样的沼气设备。大家想想看，在90年以前，花400个大洋去投资新建一个沼气池，在那个年代是需要多大的魄力，是有多好的眼光去做这个事情。如果把这400个大洋放到现在进行货币等值互换的话，大家可以想象，不是巨富的人家，没有人敢有这么大的胆量去投资这么一个新的技术。而且在那个年代，400个大洋它的购买力是有多强，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大家也可以通过资料可以去查询得到。哪怕是很多有钱的家庭，其实在湘潭也是非常多的，但是真正应用于沼气技术的，真正投资这个项目的，就只有他们家。在湘潭这种大富大贵啊的人家还非常多。整个湘潭啊，它以前是商贾云集的一个地方，钱庄啊、有钱人啊特别多，但是只有他们家在把沼气技术应用到了自己的家里。沼气池技术在中国30年代属于第一个发展阶段，所以谭美成这个家族是第一个使用沼气、利用沼气的大富人家，所以在湘潭称为第一人不为过。而且那个时候，哪怕是有钱的家庭，他们也很少会利用这个技术去发电、炒菜或者做其他的用途。到了1958年，中国又迎来了第2次这个沼气技术的使用高潮，但是
也没有推广起来。接着等了20年后，也就是1970几年以后，中国进入第3次早期技术的利用，但是也没有发展起来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早期技术在中国发展是如此的艰难，推广也不是特别好，可能有太多方面的原因，一个是投资、使用，还有人称、安全性、利用性、实用性等等多方面都不能做到这一点。谭美成他们家族呢是做药铺、杂货店、面厂、酱面、副食品这样的生意，家族生意做得非常之大。他们这个房子呢属于一个一旦柴式的一个格局，整个房屋以前有10多间，中间呢为堂屋，堂屋左右呢还有2间，内设有厨房、书房、卧室等等。但是现在这个房子因为主人已经逝世，所以没有人来进行打理，也没有人居住了。而且这个房子的旁边就是捐水，在100年以前没有陆路不是特别发达，还有航空业啊等等这些都没有，完全靠水路运输的话，那么房子挨在水边就利于生意，利于货物的张卸，利于商人的生意往来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捐水河面还是比较宽的，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我镜头的正前方这座桥是1972年建成的，距今也有53年的历史了，而且非常的牢固。想想一下，在100年前这座桥不存在的情况下，多少人想要从这边去河对岸都需要乘船过河，而且他们这个谭美成他们家族挨着这个河边做生意，有多少人要在这里来购买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。而且这个房子大家也可以看到，全部是夯土以及木质结构，整个这个房子建设的还是非常不错，在100多年以前。墙壁呢高度呢大概是3.5米左右，整个墙壁用的是三合土那个铸成的，这样子呢就可以隔热、隔冷、防火。在那个年代都属于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才能居住这样的房子。这个房子的格局也是背靠北风，向南方，冬暖夏凉的一个格局。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排水沟啊，直接就排到了这条河里，也就是捐水。镜头的正前方，大家也可以看到上面有那个青石板路，房子修筑的还是非常不错，但是短短4年时间就已经荒废的不成样子了，而且房子倒塌的也快面临倒塌了。而且它门口大家可以看到有一棵非常大的桂花树，保守不低于60年。但是首付这栋房子的主人已经仙逝了。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正面上面基本上是看不到任何现代工艺，而且它里面用的那些木材啊还非常的粗壮，而且呢都是非常上等的木料。大家现在看到这个镜头的房子是经过一定的改造，其实这个房子以前是分3层的，第一层呢是做储藏储备他们那些做生意用的那些原料啊，还有这些物品啊。第2层呢就是经商，
打开门做生意的。第2层呢，就是自己居住，外加来往的客商在他们这里歇脚住的地方。但是物是人非，几十年、上百年后，这座非常大气、非常豪华的房子，如今变得破败不堪，随时都会有倒塌的风险。好，现在我们走到这个房子的正立面，看看这个房子的整体结构是一个什么样子。这个房子看起来其貌不扬，但是它已经有100-200年的历史了。现在的面积比以前要小很多，因为在19世纪年日本侵华的时候，占领了湘潭，所以这个大户人家呢就逃难，很多一些设施，包括这个沼气技术啊，这些池子啊，全部炸毁了、拆毁了，包括房屋里面一些值钱的东西啊等等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保留在这里了。刚刚从邻居那里得知啊，这个谭美辰他是有儿有女，还有孙辈的，只不过儿子过世的会比较早，女儿还健在，而且谭美辰他也才过世几年而已。但是呢，这个房子的他的儿孙辈啊没怎么去打理，毕竟啊现在的年轻人啊都不愿意去住这种破破烂烂的这种房子，基本上都在城里啊，或者是盖了新房，所以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房子啊，显得破败不堪。随着这位主人的离世，是非常可惜的。大家听完这栋房子主人的故事，是不是感到非常的遗憾？因为这栋房子是以前多么的辉煌，但是现在人走楼空，现在房子已经基本上的倒塌了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大家下期视频再见。好了，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视频感兴趣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订阅并关注我们的视频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下期视频再见。